今天要来一个温哥华的极限登山挑战。听说你一上去就没有办法再下来。我们几乎一整路上都没有平地，完完全全就是一直在走阶梯。这边开始越来越陡了，爬不上来了，太累了。刚刚走的都算是简单的，然后 comes the hard part， 那些路越来越难走。同事也跟我们一起爬呢，中途都不喘的那种。登山女生了，我这么大了还要玩这个？离我们超近的。这个是温哥华夏天独有的一个户外活动，叫做 Grouse Grind， 它就在 Grouse Mountain 这边，中文叫做松鸡山。那我在之前的影片曾经有短暂的介绍过它，今天呢就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这个地方呢是本地人的最爱。Grouse Grind 的话呢是夏天才开放，而且不是人人都能来，因为它非常的有挑战性，所以为了安全呢，这里不建议老弱妇孺或者是儿童来，也不建议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呼吸有问题的人来，那狗狗也是禁止的。从山下要爬到山顶，总共长约3公里。3公里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它是直接要拉高大约850公尺，对初次践行的人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这一群里面呢，有老鸟也有菜鸟，这是其中一位菜鸟。老鸟这2位不愿意入境，在后面了。老鸟，你总共来这里爬过多少次？从以前到现在大概4次吧。4次？所以一次爬大概要多久？你知道吗？以我的实力2个小时才可以结束。那所以以我们的实力大概3次。不一定啊。所以这里对于体能跟挑战呢，其实不亚于马拉松哦。而且听说你一上去，你就没有办法再下来。应该是说它只允许你往上爬，因为往下坡的路呢是非常陡，算是非常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山上呢是有缆车可以让你坐下山的，就不用担心你会被卡在山上，好不好？而且山上还有活动可以做，可以看，也可以欣赏美丽的山景，所以不爬 Grouse Grind 也是可以的，是可以直接坐缆车上去，算是适合懒人的一种旅游。所以我们这边呢有2位的老婆，他们等一下要带小孩先坐缆车上去，下回见喽。所以这次爬 Grouse Grind 呢，考验的是我们的体力、耐力跟毅力的极限。为了这一次炎炎夏日的挑战，虽然说现在没有太阳，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全身的行头？有。是的，为了顺利的能够登顶呢，全身上下都要轻量化，身体负担越轻越好。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来试一个户外的服饰品牌，叫做 Bending Under， 中文叫做蕉下。当初听到是周杰伦代言的，想说呢这个品牌应该不简单，所以今天就来试试他们的功能。我现在身上穿的呢是防晒指数超过 UPF 100的防晒外套，穿在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感觉到非常的轻薄，用的是很轻的布料，接触皮肤的时候也非常舒服。然后它后面呢，这里有个洞，有看到吗？你就可以这样把它拉出来。有啊，有没有？全身防晒。我身高是166，那我选的 size 是 L， 但其实我如果身长的话，好像袖口就会变得有点短，所以其实我当初应该要选 XL 哈。我在这里明明 size 是 M， 亚洲的尺寸就变成是 XL。有松紧设计，声称同时兼具防风、防晒跟透气的功能，我就穿着。等一下爬上山之后呢，就来给大家测试是不是如此。再来是很潮的防水降落伞裤，我是觉得剪裁还蛮有意思的啦，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宽松的裤子啦。轻盈透气快干，用的是冷却布料，可以保持舒适凉爽，袖口也能调整松紧，使用了高强度的纤维制作，耐用耐磨也防水，适合恶劣的户外环境，也有50加 UPF的防晒保护。这里封起来的地方，其实还有隐藏通风的地方。它口袋很大，所以呢，装手机这些都没问题。这里也可以，有没有？然后还有我身后的背包，真的非常的轻，本身的重量只有235公克，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但是其实我里面已经装了一堆的东西啦，还有摄影器材，所以其实是有一点重了。现在由尼龙制成，具有抗撕裂性和柔软光滑的触感，表面蓬松松的，很可爱，很软，很像羽绒服的感觉。里面够放基本的手机、钱包、钥匙等等，旁边也可以装水壶、装雨伞，也是号称防水、防灰和防污渍。等一下爬坡的时候，我就随便给它到处乱放乱摆，看看它等一下是不是真的不会脏哈。唯一让我摸不着头绪的是它前面的这个空间，它是可以拓展容量，但是没有能扣起来的地方，但是可以拉紧缩小空间。所以呢，我把它拿来放这个可爱的圆圆墨镜盒，里面放的是折叠的墨镜。
有叫帅飞吗？使用了 UV400的镜片和偏光技术，可有效阻挡太阳辐射跟减少眩光。不用的时候呢，就这样把它折叠起来，放进盒子里。旁边也有个挂钩，很方便携带。那我现在就先放到包包里，反正也没太阳。最后是拥有 UPF 防晒指数100的遮阳帽。配有天鹅绒的黑色涂层，可以抵抗高温和老化。防汗布料的速干技术可快速吸走水分，保持清爽不黏腻。它这后面还可以让你把马尾放进去，这个魔鬼毡还有一个让你调整。它的帽檐是宽的，几乎可以盖住整个脸，脸的防晒范围更宽广。它这个帽子非常的轻，而且号称头发不会被压扁，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验证看看是不是如此。全副武装的样子，有背包，还有背包，对。好，所以现在全身上下都准备好了 ，Are you ready？ Yeah！ 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极限登山挑战 ，Let's go！ 拜拜。OK， 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我们等一下就看我们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山顶。你要去买一个卡，如果你常来的话，你就 scan 一下，它就可以记录你的时间。正常的走，保持我们的节奏，也应该是可以的啦。因为爬山的过程呢，需要一点时间。为防止无聊呢，想说趁这个时候来回应一些观众的留言，因为有些观众他会留言，希望说要我拍一些什么，但很多时候要么就是找不到机会拍，要么就是无法拍出一集完整的一集给大家，所以呢，我就把这些留言给整理出来，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会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一些事情呢，就边爬边回答大家。已经开始有点喘咯。哇塞，超大只的田鱼。我是那阔鱼，阔鱼。可否介绍 Chilliwack？ 如果是 Chilliwack 旅游的话呢，过一阵子呢，我就会有一个影片出来。关于居住方面的话，我其实对 Chilliwack 真的不是很熟，它不算在 Metro Vancouver 里面。你们对 Chilliwack 了解多少？Castle Fun Park， 然后 Cousins Lake。居住的品质来讲，房子跟房子之间的距离多吧？这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多了解 Chilliwack 旅游方面的呢，我之后就会有一集影片会出来，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哦。树上有一个小小的 mark， 它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把这个 grind 分成40等份，那就告诉你现在的 progress 好像。如果你不见的话，你就要找这个路，你就可以回来。2 out of 40。我们现在已经走了5% 了，大家目前感觉如何 ？OK， 没什么问题。菜鸟说没什么问题，就是还不错。确定他是菜鸟吗？他们有练过，这样说好吗？他在每一个 quarter mark 呢，都会准备心上震颤器，是以防大家这中途突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用。所以 Ground Squad 其实算是还蛮贴心的。他们想听Delta 城市介绍。Delta， 来 ，Charlie 应该很熟悉。我怎么熟悉？因为你是靠近 Delta 啊。Delta 分两个部分嘛，一个是 North Delta， 然后另外一个是 Ladner。居住的感觉比较像 Surrey。North Delta。对，那 Ladner 那边的话就比较像是一个度假村，就很多市政府那边的活动都在那边举办。Delta 其实也是有蛮多华人去居住的，但我当时没有放在影片里面，是因为我觉得它跟 Surrey 算是蛮近的，相近度算是还蛮大的啦。Delta 整体来说我是觉得不错的，因为它那边有连接到美国唯一跟他们本土大陆就是完全分开的一个小镇啊，那个小镇叫 Point Roberts。住 Delta 那边的人呢说南下美国，但其实他们很常去 Point Roberts 那边，因为那边就属于一个小小的美国的一个小城镇这样。那边也有一个原住民盖的一个非常大的mall，叫 Tawasin Mill， 那边非常的好逛，空间也超广大，还蛮多游客去那边。但是如果以居住的品质来讲，我觉得它跟 Surrey 应该是差不多的，印度人占比就会比较少一点，应该算是蛮平均的吧，不会说有哪一个族裔是比较多。96年之后有一群台湾人过去，那里有一个台湾人的 community。现在也有吗？不知道，现在都因为 Delta 其实也算占地蛮广大的，所以要我完完整整介绍 Delta， 我真的是塞不进一整天一样。所以 Delta 的朋友们很抱歉啊，边走路边讲话真的挺累了，应该说边爬山边讲话真的挺累。下一个 Mark。7 out of 40是多少？算一下，7 out of 40是走到10再说吧。17.5%。
他们说这个 Rouse Grind 很有挑战性，的确，我们几乎一整路上都没有平地，完完全全就是一直在走阶梯。可是我觉得它阶梯的维护状况也是挺好的耶，它都有木头，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搭起来，所以你不会难走。但是你可能就要穿适合的登山鞋，像我就穿这个，就是可以保护你的脚踝的，一定要登山鞋。你如果只穿一般的拖鞋啊、凉鞋来的话，那你的脚是很有可能会受伤的，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这边开始越来越陡了。一堆观众说你不了解北温哥华，是吗？好啦，其实我可以承认，跟其他5个城市比起来，我的确对北温哥华没有那么的熟悉，因为毕竟我住在 Surrey 啊，北温哥华其实离我来说有一点远，但是我是还蛮常到北温的啦。我了解的可能是北温旅游方面的，但是如果以居住品质方面，很谢谢一些观众朋友的指教。北温哪里有华人的超市啊？然后如何坐车可以到 downtown， 或者是到旁边的西温，或者是温哥华东区。谢谢你们详细的一些资讯。为什么我当初要报道北温呢？温哥华本来就是已经算是条件非常好了，但是北温呢并不属于整个温哥华市嘛。西温的话，可能房价有点算是富人区吧，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那就北温折中吧。因为北温比起来，感觉房价是没有比温哥华本区或者是西温来的这么的不可负担。但是我这样其实也挺矛盾的啦，因为我明明就是说评比的项目之中不包含物价跟房价这个因素哦。所以呢，我了不了解温哥华旅游方面呀？居住方面，我需要再加强。我们到了一个人工桥，我们现在是已经爬了200公尺，200公尺的高度啊！对对对，还有600 ，Go！ 现在这里开始都是石头路、石阶路了，更陡了，真的就在爬坡啊，就要手脚并用了吧？他之前那个栈道修的比较好，但后面就是石头砌的。他们修栈道的人可能就爬不上来了，太累了，太累了，太累了。哇！大姐 ，Look at this 。我们刚刚走的都算是简单的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你有推荐温哥华的住宿吗？大家要我介绍温哥华的住宿，不管是留言也好，或者私底下问我都好，我真的收到蛮多这类的问题哦。那我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拍一个温哥华住宿的相关的影片呢？因为我真的很难介绍，太多啦，而且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啊，很难介绍说哪一家饭店适合你，哪一家饭店不适合，因为真的太多，价钱有高有低，房型也都不一样。但是之后呢，我就会有影片来介绍大温哥华地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梦幻住宿，这个我真的是特别的去给大家体验过，然后把它拍出来。所以再过不久就可以给大家看了，好不好？期待一下这个。目前走到现在，虽然感觉我边讲话边爬，气喘呼呼，汗应该也是流了蛮多的，可是我现在身上并不觉得闷热，或也不觉得黏腻，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套啊，真的算是蛮通气、通风的，能够保持凉爽，这样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帽子目前戴着也，它吸汗的程度也还不错。我就一直戴着，看它等一下我的头发会不会崩塌。裤子也是很轻薄，目前碰到皮肤的感觉也是挺舒服的。山脚下的这个轻量化服装来这个登山，真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可以帮忙介绍一下加拿大中高阶信用卡，还有如何使用 Aeroplan 点数升等吗？这个是之前我有拍一集，就是里程点数介绍的，关于信用卡介绍。因为他们每一季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福利也会变不一样。我觉得呢，更适合的是我介绍大家去一个脸书社团，加拿大的华人的里程点数信用卡介绍，我放在这啊。他们呢随时都会有最新的加拿大信用卡的知识。影片的话呢，你很难真的要一直跟住现在信用卡业界的一些资讯呢，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一点的。但是我会推荐大家去加入这个社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请教他们。
直接爬上来的，真的厉害啊！你会拍维多利亚吗？我会想拍，但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去，主要是那边要搭船去啊，是比较远一点。但是维多利亚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吗？是我们 BC 省的首府哎，温哥华不是哦，是维多利亚，它就在温哥华岛上，我应该要拍的哈。只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去啦。说到首府，怎么能不拍，对不对？因为这边的 ferry 啊，去维多利亚来回之间的 ferry 呢，有的时候不是很稳定，常常会 cancel 不开船了，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点，通常我拍旅游影片，我会希望就是去我不熟悉或者是没去过的地方拍，因为维多利亚我真的去太多次，如果要过去拍的话，我已经没有那种新奇的感觉可以带给大家看。上次去多伦多啊，我虽然去过一次，可是那一次这个旅行团，然后那一次经验其实没有说很好，所以这一次我自己带孩子去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那种很惊喜的感觉，因为是自己规划的，影片的呈现我也就会觉得更真实一点。所以如果要去维多利亚拍，就是找没有去过维多利亚跟我一起去，这样才能发掘出一些新奇的感觉吧，影片呈现内容才会更丰富。啊，我们到了1/2了，留念。然后这里不错，还给人家坐着休息呢。我们现在正好1个小时左右，到了一半，差不多啦，跟我们预计的时间，算是有在 on track。目前走的感觉如何？还 OK 啊，刚刚有休息啦，所以没有什么错。我们休息也才休息个1分钟2分钟而已。对，多蛮好玩。你平常有在运动吗？平常有在运动，其实都还是可以应付。因为先生必须要先爬上去，他赶着回家啊，好累啊，要休息。那这边有旁边休息一点。忘了说，这毕竟是深山里哦，还是有一些蚊虫啊，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撒个蚊虫剂再上来。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穿蕉下的这个防晒轻薄外套跟降落伞轻薄防晒裤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会被虫子咬了。它也很透气，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热。这些路越来越难走，也是有老人家上来的，真的很厉害，佩服啊！哇 How old is she? She's 5. You climbed up here. That's good. Good job. Wow. Oh, you're 6. 小孩有厉害呀！他这一段路有修缮，楼梯这个阶梯建得挺好的。松鼠啊，松鼠也跟我们一起爬呢，3/4。松鼠都不喘，就拍什么？小孩子要爆了，小孩子太厉害了，还可以边走边讲话呢。小孩都能够上来了，我们怎么能够认输呢？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好厉害哦。3/4之后的路越来越陡，越来越难走了，又有阶梯了。我不讲了，一直讲，超喘气的。到山顶上了，到山顶上了！Karen go go go！ 我们到山顶上了，花了多久时间？现在几点1小时44分钟。哦，比我们预计的2个小时还要快。耶！来吧，再一次，赞！找地方休息，吃个东西之后，我们再来逛逛 Grouse Mountain 上面有些什么。啊，走，去休息。OK， 太阳出来了，这个时候折叠式墨镜就戴上用场，防晒功能1级棒。楼下看到的这个 timer 就可以 scan 啊。好，其实他们这边很多卖的都是 comfort food。那呢，他们这边有 chickpea 的 curry and rice daily soup， 看得到吗？来，照过来。
OK， 其实还不错吃哎，但不便宜啦这边，一碗汤就10块。Big B 的咖喱饭，15块左右。等一下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山顶上面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这里是我们灰熊的一个避难所，栖息着一个叫 Grinder 跟 Kula 的2只小灰熊。其实也不小了啦，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这2只是因为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就被接到这个山上的动物避难所，然后就一直住在这里。这边有一些熊的介绍，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2只灰熊 ？So it says 不错呢，讲解得很好。这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从 BC 省哪里来的，他们原本出生的地方。2只一起来了，哦，离我们超近的，可爱。然后这边也有 All Talk 的活动，可以去看猫头鹰。像树屋的话，是适合3到8岁左右的小孩，当然要大一点年纪的也是可以哦。哎，你先。哇！哇！撞到了！我这么大了还要玩这个啊 ！Go！ 这个哦，你先吃。哇，这个好细哦，这个好细哦。It's fine。小饭。不会啦，乱讲话。这个小朋友，大人也可以啊。然后也有适合8岁以上的绳索冒险活动，还有很精彩好笑的 Lumberjack Show。No, what are you doing? Stretching. 当然也有山坡飞车，还有高空滑索等等的户外运动。所以像这个山顶上的活动啊，真的是挺丰富的，可以来玩个半天1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来。当然啦，你们可以就是直接坐缆车上来，不用非得一定要像我们一样是用爬的。好，既然爬上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我这全身的装备呢，是不是真的好用。现在就来看我的头发有没有塌。没有，没有吗？我自己照一下。有啦，有塌啦，怎么会没塌？其实有一点呢，有一点。你说要完全的不会塌，哪有这么不塌的？这倒是。不过老实说，它这个帽子真的很柔软。我这一整趟这样戴上来，我没有感觉到头是绷紧的。如果戴过其他帽子，我戴久了，我都会觉得整个头这边就是闷闷的。但它没有，它这还真的蛮透气，而且汗也吸得很好。我是有流汗，但是我不觉得我整个头是湿热的。那现在来看包包，有脏吗？我其实在路上的时候是这中间的过程都有把包包放在那上面，但其实还好，我没有特别去放在湿的地方上。那要测试吗？这是地上现在这里，我有点不太敢啦。但是我觉得这还蛮干净啦，而且重量来讲的话，这整个这样爬山的过程，我没有觉得有负担。虽然说我里面有装我的一些摄影器材，还有水什么的，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很轻便的。裤子你爬的过程会不会卡卡？因为好像蛮宽松的。其实我觉得还好，整个真的很舒服啊，的确是挺宽松的啦。如果你走得太紧，你这样子的话，那也许会卡。正常走是还好。会不会很闷热？不会，非常的凉爽舒适。它本来就是有做透气的啊。像有一些裤子，如果热的话呢，我的臀围这个地方是会出汗的，然后就会觉得很闷热。可是爬到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臀围这个地方它也有做出透气的这个点，真的是轻量化，完全无负担。外套会不会流汗然后黏黏？完全不会，我这整个路程这样走上来，我流了很多汗，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闷热。全身的设计很多地方都是透气的，再加上我这里面穿的这个运动内衣啊，其实也是 Bling On 的，非常的吸汗，而且非常的服帖，算是还蛮舒服的材质。然后再加上我的外套，总之透气了。最后墨镜这个，有虫，还不错啊。对啊，我觉得它型算不错的，旁边应该也看不出来是有折叠的感觉吧？你不说的话，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可以折叠的，像这样。因为它本身墨镜的框算是适合大脸的，所以不能说完全的直视到太阳，但是是 OK 的，不会让我走在太阳下是皱眉的程度，可以修饰脸型啦。因为它本身镜框是很大的，像我这种大饼脸的话，也很适合戴这种。好，所以很感谢有教下轻量化的服饰与配件，让我可以在极少负担的情况下爬完 Grouse Grind 的全程。他们专注于高机能户外穿搭，360度物理防晒，兼备时尚与功能，选择也蛮多样化的，可以搭配各种户外场景，材质轻量又透气，让你炎夏不闷热，户外活动更自在。官网语言可切换成白
体中文，方便大家网上下单，运送直达全球各地。购买时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可享有单件15%，买3件送20%折扣的优惠。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大家如果想要升级你们户外物理防晒的话，就不要错过哦。好，现在山顶上的活动结束了，现在就带你们去看我们往下坐缆车的过程。Good. Awesome. 好，大家坐好了。哦，下去了。前面就是山海景。我知道啊。We're going down. We're going down. 现在这样看下去，真的很佩服自己，爬这么高上来，那好高哦。OK， 我们出来了，我们下山了。好啦，最后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出来户外运动。温哥华是一个户外爱好者的天堂，很多种的活动可以让你选择，尤其是 Grouse Mountain， 不管是在夏天或冬天呢，一定都是要来玩玩看的地方。那希望这期影片大家看得开心，还想看我拍什么影片的话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只要可以拍出来的我就会拍。那如果拍不出来的呢，我就用文字简单叙述一下。所以大家也不要忘了加我的脸书或者是 IG， 我生活的琐事呢也都会在那边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下期见，拜拜。